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的大焦點會來關心美伊停火現在徹底破功嗎？我們要來看到呢，美伊雙方都祭出了非常強大的攻勢，伊朗擊落了美軍的阿帕契 MQ9， 還炸毀了 F-35的機庫，美軍則是3波狂轟來做報復。這一場戰爭，我們今天持續的一起來做關注。今天節目開始，先請觀眾朋友幫我們的節目按讚，並且呢，希望跟我們互動，留言區寫下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我也會親自的來做回復。昨天有非常的多的觀眾朋友來自世界各地哦，我已經親自的一一做回復了。歡迎觀眾朋友持續的留言，並且看到熱推鍵按下熱推。先歡迎我們的在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時事評論員李亦修，亦修，主持人好，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今天觀眾朋友，我們來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我們的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析。第一個，我們來看到伊朗啊，他高調宣稱了，他做了21起的攻擊，直指的包括了美軍基地，還有 F-35的設施。美方說了，這一場美伊的互轟啊，只是一個自衛性的打擊。到底現在美伊雙方誰真的掌握話語權呢？這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今天也會來關心，美伊停火之後，沒有想到還是爆發了最猛烈的交火。那麼美軍一架阿帕契被擊落之後，隨即就用3波的空襲做反擊。這一輪升級到底是局部的報復，還是這個戰爭又再進入到準全面開戰的狀態呢？這是第二個問題。最後也會來關心，現在荷姆茲海峽成為新的導火線，阿帕契疑似遭到無人機擊落之後，代表美軍在低空作戰的優勢被破解了嗎？美軍在波斯灣的海上封鎖能力是不是被伊朗逐步的瓦解？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次的交火導火線，當然就是我們昨天特別提到的一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遭到了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擊落之後，當然了，美軍是立刻的來做反擊了，出動了包括了海空的它的戰機，發射精準導引，一共是3波對準伊朗南部多處的軍事要地。在攻擊完之後，中央司令部就說自己已經完成了這個自衛性的打擊，但他也特別強調，這個美伊談判啊不會受到任何的影響。在這個美國做了這一波的攻擊之後，伊朗革命衛隊就說已經對這個美軍發動了21起的報復性打擊，並且他說摧毀了重要的關鍵目標。我們現在看到美伊雙方各說各話，但是大家都說我有非常大的戰果。具體戰果，今天帶觀眾朋友來看到細節。我們先來看到伊朗的方面，3波先來看到美軍的方面，3波的打擊，美軍說呢，他打到的地方包括了伊朗南部的海軍基地啊，還有它的防空系統，還有這個飛彈的陣地是葛西姆島飛彈陣地，再來就是南部的軍事據點跟2座重要的蓄水池。革命衛隊這一波的攻擊其實比美軍還要更猛烈，一共是21起的攻擊，涵蓋範圍包括了巴林、約旦、科威特等等美軍的目標。出動了無人機襲擊，包括在巴林的第5艦隊總部，還有呢，包括了他發射他的固體的燃料飛彈，重挫美軍駐約旦的這個空軍基地，再來還摧毀了多處的這個關鍵目標，包括 F-35戰機的掩體、指揮控制中心，還有2處重要軍事目標，還有就是一架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也被擊落。伊朗外長說了，美國若想保全性命，就立刻滾出中東，還要美軍血債血還，自己在伊朗方面會血戰到底。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委員來幫我們看，不是說好要和談了嗎？這一波互攻象徵的意義是什麼？這一輪這樣子攻擊對美軍真的有好處嗎？委員怎麼看？對，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頭已經一再跟大家提過哦，就是說這一次的停戰，某種程度來說，你只能把它當作是一個很脆弱的不穩定的停戰哦。為什麼我要把它定義成為是一個很脆弱不穩定的停戰？因為在這一次交戰的3方哦，美以伊3方裡頭，真正希望停戰的只有美國。對以色列跟伊朗來說，他們沒有達到他們最終目的之前，他們不可能會停戰的。那麼美國現在是想用停戰這樣的一個借口來打擦邊球，然後想辦法抽離現在中東的這樣一個泥淖。可是殊不知，當以色列跟伊朗都沒有打算真正要停戰，彼此有彼此的戰略目標都還沒有達成之前，這樣的一個停戰隨時都可以破局的哦。因為對以色列來講，
他如果不徹底的摧毀伊朗現在的政權，那他過去這場仗是白打了。對伊朗來講，他準備了30年才跟以色列和美國攤一次牌哦。如果這一次就摸摸鼻子，就這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那他先前死的、先前被炸的，通通都白犧牲了。所以對伊朗來講，他也絕對不可能接受現階段的停戰狀況哦。那麼因此你就會發現說，雖然川普每天都在喊停戰，可是呢，其實根本就沒有停戰。以色列不斷的在攻擊這個真主黨，真主黨也趁機來做出反擊。然後前一段時間你才看到了這個以色列跟伊朗大家互轟了一輪呢。然後呢，川普跑出來說夠了哈，你們彼此都各打了對方一輪了，現在大家停下來吧。川普言犹在耳，才說勸說以色列跟伊朗在那一波的衝突之中哦，大家能夠暫時收手。今天你就看到美國跟伊朗自己打起來了哦，所以這代表的是什麼呢？這代表的是，其實對伊朗來講哦，他為什麼在這一波的過程當中要採取這麼大的攻勢哦？當然，美國可以說叫做自衛性打擊。所謂自衛性打擊，就是一種自圓其說的說法了，就你明明是攻擊人家了，你的蓄水池都攻擊了，這還叫什麼自衛性打擊了？可是呢，他就告訴你這是自衛性打擊，因為自衛性打擊就沒有影響停戰，所以還是在停戰哦。可是對伊朗來講哦，他沒有放過美國，所以他隨即馬上就展開更大規模的攻擊了。我認為伊朗做這波最大規模的攻擊，主要是幾個重點哦。就第一，他吃定美國想要停戰，所以呢，我現在就算打了你，你又能如何呢？你有種就打我啊，你就有种宣布撕毀停戰，大家重新回來打嘛。反正伊朗早就準備好了。第二個，伊朗現在在部署的是，如果你仔細看一下伊朗這一次發動的21個重點的打擊，它其實在持續的削弱美軍在中東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基地的部署的能力哦。所以在上一輪哦，就是在上一輪的這個全面開打的過程當中，它精準的摧毀了這個美國在中東的15個基地裡頭的228個重要的據點。可是呢，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是只有伊朗在重新修復，美國也在做重新修復的動作。所以，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就不難發現，伊朗現在在幹嘛呢？他在為下半場先做準備了。就是呢，如果真的有下半場，我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的衝突裡，我持續的削弱你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些相關軍事基地的部署。我等你真的要打下半場的時候呢，你也不見得有足夠的實力來對付我。好，所以現在的醞釀哦，零星的這些攻擊，其實算是大規模的攻擊了，是不是在醞釀的是下一場更大規模的一個攻擊哦？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一休。另外呢，伊朗的外長還嗆說要血戰到底，他的底氣，一休又怎麼看？首先，我們先講到第一點呢，這是一個死循環。怎麼說死循環呢？因為現在這裡面所有最大的第一變因是，其實是以色列的 BB 納坦雅胡。好，納坦雅胡呢，因為他只要任何時候停戰，基本上他就別幹，因為他的貪腐問題，因為他這個私人有非常多的這個就是這個千絲萬縷的關係，而這些關係目前裡面很多人其實已經對他有一點不再吃他那一套了，所以現在大家對納坦雅胡有點疲勞。那這個疲勞呢，其實以色列國內是伺機而動。前陣子這個停戰的時候，其實抗議納坦雅胡的風聲是一波大得過一波，但是因為現在是暫時內閣就點住。好，那他怎麼繼續戰爭呢？問題就在於說，以色列要繼續長途轟炸這個伊朗，它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它必須靠美國的加油機才有辦法形成大規模轟炸，因為它這裡此距以色列到德黑蘭市中心要1500公里，所以它沒有辦法這樣長時間的維運。好，那怎麼辦？他就去打這個伊朗最堅實的盟友，也就是在它北邊黎巴嫩南部的真主黨，在這個主要就是什葉派的阿拉伯什葉派的一個據地。那所以現在以色列繼續打阿拉伯的這個黎巴嫩真主黨，已經打到利塔尼河了。利塔尼河是什麼？利塔尼河以南，我們一般稱黎南，以北就進入到黎巴嫩中部，那個已經進入到黎巴嫩中心區。也就是因為這樣，他還轟炸了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伊朗就無法忍受，因此就大規模的去發射了3、4、5波的這個導彈去攻擊了這個以色列，所以這個就引發了新一波的互相衝突。是，那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黎巴嫩對於伊朗是不可失去的。而伊朗呢，它的回擊是什麼？第一，打以色列；第二，就打你美國。因為我打你美國，你美國才去拉住這個以色列嘛。我炸以色列也太遠，所以我雖然有一些，比如說尼什飛彈啊，這幾種比較長程飛彈，但基本上來說，對於這個載彈量還有這個密集度的覆蓋來說，它還是不夠，沒辦法給予以色列足夠的壓力。而且以色列背後又是美國源源不斷的攻擊這個武器嘛。所以這個是形成了一個死循環，就是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黨，黎巴嫩真主黨讓伊朗
透過打美國來牽制，而再壓迫美國再去牽制以色列。但這裡面沒有任何人是斷點的話，那完蛋，就是不斷的在那邊尋找。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此消彼長。剛才這個大千委員有提到一個問題啊，伊朗跟美國都在做準備，做第二下半場的準備。但是下半場準備靠什麼？靠工業能力。雖然大家看起來伊朗有點窮，但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的工業化是在上世紀1970年代就已經做初步的完成。伊朗擁有整個中東世界唯一全產業鏈，主要的8大門類它通通都有。虽然它的科技能力因為長期的制裁，可能一般来說我們預估停留在2000年或者1990年代，當然個別門類還不錯，比如說飛彈能力。所以伊朗的工業能力是能夠自產自銷的。伊朗幾乎所有的礦產，主要礦產它幾乎都有，包含鈾。它只有唯一就是鋁土稍微少了一點，但是這影響不大嘛。哦，主要呢，你有鋼鐵那個事情就解決了。它有最多的石油，它是世界上原油儲備第3多的國家。哦，那也是世界上的天然气儲備第2多的国家，所以它的工业原材料它是源源不絕的。大家知道旁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甚至像是伊拉克，很多都是大量的使用伊朗的工業產製品。所以此消彼長在哪裡？我可以不斷的工業再起造血能力，而你美國啊，去工業化太久了。你光是要補充彈藥，你看台灣現在光排隊啊，說要排這個薩德菲，要等5年啊，5年還是基礎的，所以這此消彼長，我不怕再跟你衝突嘛。第3點哦，這個川普現在最在乎的是什麼？川普訪華取得一個最大的成果就是3個 B，Beyond Beef Boy，Beyond 這個大豆 ，Beef 牛肉，這都是紅脖子州要的，好，這是川普的基本盤，共和黨基本盤，農業州，波音、北卡州的重要產線，這個是搖擺州。要落實這些具體的成果，那就必須要趕快停戰，專注回到經濟發展，因為這是習川會的具體成果，要趕快帶回去。所以這裡面就是川普着急，那伊朗就是利用你這個着急，讓你去壓迫以色列，因為只有納坦雅胡停下來，這整場中東戰局才有停下來的可能性。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伊朗底氣，既有自身工業能力，也有在這個大戰略形勢上的過程，還有看穿了川普現在的急眼。好，剛剛特別看到的是這個伊朗的底氣有3大底氣，那我們再來看到伊朗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底氣，等一下請幹哥來特別幫我們看，這個地點就是在荷姆茲海峽，因為呢我們要來特別做觀察的事情是不是伊朗現在已經掌握，特別是在荷姆茲海峽這邊低空的一個空軍的優勢哦，讓美國是暴露在伊朗的它的這個包圍之下，原因是因為我們來看到阿帕契這一次，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嘛，它墜落在荷姆茲海峽。那現在根據了解，應該當時在做的事情就是進行在荷姆茲的監視啊、封鎖、攔截任務。結果後來是傳出是遭到了無人機，也就是見證者無人機給擊落。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代表說，因為呢，這個荷姆茲海峽就代表說它已經不是美軍可以自由掌控的一個戰場了。這個是這個伊朗方面要特別宣示的一個立場哦，那也代表說美軍它在這種低空飛行或者是慢速的近海操作，已經完全暴露在伊朗的這個防空網之下。那我們也特別來看到伊朗它在低空的這些部分，到底具備哪一些它的優勢？包括在這邊它有霍爾達德15防空系統，還有各式的肩射防空飛彈跟它的反艦飛彈網等等。幹哥怎麼看？好，你要看到說。我們第一時間我們就想到說，這個一定是被肩射飛彈擊落的，就是單兵武器，對不對？或者它是被比較低空的防空飛彈系統給打下來的。照理講，這才比較符合我們的研判。可是這一次，大家可以注意看川普的講話，以及就是說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美國中央司令部他們的釋出的一些訊息，雖然不多，但大家看到我特別帶了這一架 AH-64E。來給大家看啊，這個就是阿帕契直升機。從上面看，它就是長弓雷達。長弓雷達可以看到多遠？它可以看到40到50公里之外的目標。也就是說，我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然後為什麼會有長弓雷達的意思？就是說，其實阿帕契它都是停在樹梢的高度，所以說你常常會讓敵軍看不到，這就是它的優勢。等到它已經算好你的距離的時候，它發射。他用他的光電頭在這邊，他發射他的光電頭，用雷射測距儀測出距離之後，然後他就會指揮這下面的地獄火飛彈進行攻擊，一次帶了16枚。大家看到16枚嗎？這是4枚，旁邊還有再8枚，總共有16枚，就代表他可以對付16個目標。在正常的狀態下，他在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戰場上面，它是對付坦克用的，所以它為什麼叫坦克殺手？那像這樣子的直升機，所以它常常飛到荷姆茲海峽的上空，它也是低空飛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要把它打下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為什麼這一次事情一發生，照理講革命衛隊他一定要講啊，我幹的，我幹的啊！我現在就馬上發布消息說，你看美帝的那個最強攻擊直升機被我打下來了，可是沒有你知道為什麼嗎？後來我們進一步分析才知道說，哦，原來它是被見證者無人機撞下來的。我為什麼用撞這個字眼呢？因為說一句實在話，他因為如果說是見證者知道他在哪裡而去攻擊他的話，那你大可公布戰果。可是這一次連阿帕契的飛行員都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沒有受到紅外線警告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來打我的不是飛彈。於是無人機的紅外線訊號跟軌跡很低，所以不是被飛彈打到的，而是被無人機給打到的。這就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觀念。什麼意思？現在可以用無人機來打你，這件事情在俄烏戰場上已經發生了，所以美國沒有提供太多的那個阿帕契直升機給烏克蘭。為什麼？他知道沒有用，碰到無人機必死的啊，穩死無疑。但是這次在伊朗，在荷姆茲海峽上面驗證了說，原來見證者可以打阿帕契這件事情，你就會覺得說，這完全是顛覆了我們的想象，可以打得到你哦。而且我跟你講，那麼小小的一架，竟然可以把這一架高達2000萬美金的直升機給揍下來。然後說句實在話，革命衛隊他們自己也是在盤算說，奇怪，我們到底放出幾架，在什麼空域，在什麼情況之下打中了這架直升機，而這架直升機上面的飛行員怎麼沒有回避，怎麼沒有發現無人機？代表什麼？代表無人機根本防不勝防嘛！你算不到它的距離，你算不到它的方位，跟算不到它的軌跡，所以你才會被它打中。所以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再來一點呢，就是說為什麼這2名直升機的飛行員竟然，通常來講的話，只要被那個就是說飛彈啊，不管啊任何的武器打到啊，大概上面的飛行員都不會倖存的。為什麼？因為他沒有彈射椅，他彈不出去。他一彈射出去，一定是打到自己的螺旋槳。是。所以坦白講，直升機飛行員是非常危險的。然而他們就這一次啊，終於可以跌在海裡面2個小時之內被美軍自己救回去。這又是另外一章。什麼一章？就是說直升機飛行員他竟然可以死裡逃生，而且他死裡逃生是誰救他的？是無人艇救他的。這件事情是很大的戰術意義。為什麼？因為無人艇來救我啊，通常都是要有人的吧，不然你怎麼知道他落在哪裡呢？因為他们的信標做得非常的好，就是說他的信號的，他可以發射信標大概48小時，結果他在水裡面泡了2個人一起抱在一起泡了2個鐘頭之後就被找到了，被找到之後由無人艇救回來。這在我們所有觀察家裡面的視角裡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因為這個 Chronic Corsair 就是克羅尼克海盜式無人艇，才7公尺那麼長而已，那麼小一台，竟然可以把2個人給載回來，這又改變了當地的一個戰術的態勢。不過無論如何，結論是說，今天如果說伊朗的無人機可以輕易的就把 AH-64給打下來的話，那伊朗還有很多秘密武器，你可不知道。所以我覺得美國刻意在淡化這件事情，然後接下來的發展就會更加的耐人尋味了。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要特別來關心到的是伊朗，難道要封核15年確定了嗎？來換解禁，等一下就細節會來特別一次做觀察。川普在這時候高
高喊說美伊的協議已經正式的進入了倒數計時，尤其呢 CNN 做了一個計算，川普說已經快要達成協議了，喊了37次，是不是這一次又是狼來了呢？那我們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今天會特別關心到的是伊朗的這一艘潛艦哦，可以布雷，它是一個迷你的潛艦。等一下就它的戰力細節也來做一次比較深入的分析，威脅直指荷姆茲海峽。好，先來關心到的是在美伊衝突持續升高之際。我們看到的川普在9號這一天又在喊話了，他說呢，美國跟伊朗的核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到了最後階段，而且呢，他說2到3天之內就能跟伊朗簽署協議呀。他說呢，接下來簽完之後，伊朗會全面的禁止擁有所有的核武，而且呢，荷姆茲海峽在我們簽署完的當天就會立刻可以重新開放了。他還說呢，等到開放之後，油價就會大幅的下降。我在2週之內就會取得這一場重大的勝利。講完之後 ，CNN 就立刻很酸了。他說呢，我們做了一個統計，從3月份美伊開戰到現在，川普啊，你至少已經說了37次，說你會即將達成協議，真的嗎？這一次真的可以成真了嗎？那另外一方面呢，外媒也做了一個披露，說這個美伊的和談現在是不是看起來真的有希望了呢？因為根據了解，美伊雙方正在談的一項是有關於伊朗將會封核達到15年，伊朗會答應嗎？我們來看到這個細節哦，包括了說會伊朗的方面停止濃縮鈾、稀釋濃縮鈾的庫存，還有拆解部分核設施，接受國際的突襲檢查。來自《紐約時報》的方面又做了一個比較細節的分析，他說呢，這15年被視為是一個折中方案，原因是說美國原本是提要求凍結20年，伊朗是提10年，所以中間的這個15年被視為是美伊雙方各讓一步的一個折中方案。另外呢，其實美伊在沒有辦法達成協議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有關於核設施的部分，到底要不要拆除呢？那美方的方面說呢，已經要求說3座主要的核設施都必須要拆除，包括了納坦茲、福爾多跟伊斯法罕。但是傳出來呢，伊朗說3座當中，我只願意拆除當中的2座。而且呢，美國很緊張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當中這邊我們剛剛也提到福爾多嘛，這個在這個奧巴馬時期曾經生產過，在這邊哦生產過這個類似武器級的燃料，讓美方針對這個議題是特別的謹慎小心的。所以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的？如果伊朗，我們先做一個假設，願意接受15年的協議，代表川普成功逼這個伊朗來做讓步嗎？還是德黑蘭他其實有更大的一個戰略目標，是為了先換取解除制裁嗎？那川普喊的2到3天之內會簽下協議，CNN 說你已經喊37次了，說你快成功了，真的談得成嗎？委員怎麼看？對，我們剛才一開始就講到說，現在的停戰哦，是一個非常脆弱而且不穩定的停戰。在停戰的過程當中，其實大家互相還是在打來打去哦。那麼，但是只要你說停戰，它就是停戰。可是有一些事情哦是混不過去的，就達成協議這件事情是混不過去的。所以呢，也許你接下來會看到為期1年2年的停戰，但是這2年的過程當中，仍然持續的不斷有零星的大小規模的衝突。但是如果也真的要照川普的期待說要盡快的達成協議，我認為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川普這一次的談話將會被列為他第38次的狼來了的這個唬爛的一個這個論述了哦。而且大家仔細注意一下哦，這個川普在每一次放話說要達成協議、取得重大勝利的時候，他們都玩了另外一招，他們都會去找一個美國的媒體來配合放消息。所以呢，除了川普的談話，你就會看到某一家美媒開始就放出訊息了，說這個協議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協議幾乎已經談好嘍，然後現在就放在川普的桌上了，等着川普要簽署了。包含像這一次，你看到說這協議快談好嘍，從這個10年、20年取得折中15年，現在就只剩下最後一點點的這個歧義，只要解決了就好了。可是在這過去的37次加上這一次的第38次裡哦，你都會發現最後伊朗就出來打臉了。那麼我不要講說前面那幾次啦，你就講第37次是上周才剛發生的。川普說什麼？說這個周末就可以達成協議了。
那我就很好奇，那這個周末到底達成什麼協議呢？這個周末，如果你還記得，思敏，這個周末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對打了一輪，就不但沒有達成協議，以色列跟伊朗兩個人狂轟猛炸對打了一輪，還需要川普出來按捺雙方，說大家冷靜哦，大家不要再打了。好，所以呢，你看到川普說第38次，就是我們現在聽到的這一輪呢，38次就要達成協議了。那如果真的會達成協議，那我們剛才在上一輪討論的這個美國跟伊朗的互打又是怎麼一回事呢？就都已經要達成協議了，美國有必要去做什麼自衛性打擊嗎？伊朗要發動21次的攻擊嗎？所以這又是另外一次的鬼扯啊！就是事實上，美國跟伊朗要達成協議，根本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彼此的立場是完全的南轅北轍，天差地遠，不可能有交集。大家看到剛才電視牆上講的，美國這個透過西方媒體放出來的這個認知作戰，說這個協議內容達成完之後呢，荷姆茲海峽隨即就要開放了，這就美國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了，笑死了！如果伊朗真的同意了這樣的協議的話，那伊朗的那些人都白死了，那100多個烈士是莫名其妙的被殺了嗎？然後伊朗的民眾莫名其妙被炸了，那160幾個這個女性的小學生也是莫名其妙的犧牲了，這筆血債沒有血償。然後伊朗還要往後退，伊朗怎麼可能會接受這一點嘛？所以我根本上就認為，現在所看到的所有的協議的內容，你不管講說這個濃縮鈾核設施，光是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伊朗就不可能會讓步的。伊朗在這件事情裡，他如果讓了，摸摸鼻子退回來了，真的簽了一個這個莫名其妙的協議，那麼伊朗就等着2年後、3年後，美國跟以色列會捲土重來啊，準備好了再一次把它殲滅掉。所以對伊朗來講，他的看法，我認為伊朗盤算的很簡單，我付出了這麼大的犧牲跟代價，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把美國驅離出中東，如果我沒有辦法一舉奠定我在中東這個霸主的地位，那麼這場仗我不會停的啦。好，其實是現在雙方在和談上面真的是南轅北轍，雙方提出來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那剛剛也說了嘛，外媒提說這個可以封存15年，伊朗有可能答應，有這樣子一個說法，一修又怎麼解讀？我認為第一個核武現在幾乎是不可能談判的，因為這個已經是變成小哈梅內伊他的一個核心了，他直接已經下了他的教令，說禁止這個武器這個用作這個濃縮核，就是濃縮核原料這部分出口。本來一度有傳出說是不是透過大國啊，也有人就說可能就是北京來作為這個武器部的一個儲存。當然，我認為北京是不會接這個茬了哦。那也有人說到是不是由巴基斯坦來處理。但我覺得這所有的窗口都過去了，因為只要以色列繼續打真主黨，都會被德黑蘭視為毫無誠意。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只差別是接下來是要大打還是小打。但是美國是不願大打的，因為現在美國任何的大打，那川普現在的支持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嗎？是25%負的，不支持60%，支持35%。所以這個對他的其中學員來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川普目前陸續已經開始初選，已經通過。初選之前，你還可以裝聾作啞，因為在初選階段的話，馬卡帕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幾乎在國內，包含像有一個這個參議員，他是本身是當時這個白宮這個動亂的時候，他是投下反對川普那邊的。結果他被川普用初選做掉了。但問題是你總要進入到大選，當你進入到大選的時候，馬卡的票是不足以贏得這個勝選，所以這是這整件事情的關鍵。現在美國呢是等於說有一點被以色列架着，但這個架着他想下去又下不去，就非常的尷尬。那我自己個人的觀察是這樣，伊朗知道這個概念，所以反正拖嘛，我已經拖了40年也無所謂吧。1979年開始到現在被制裁，不被制裁了幾年了。這就無所謂，所以沒有伊朗有拖下去的底氣，但是美國沒有拖下去的辦法，而且更直白的講啊，現在你剛剛跟這個透過中美會談，你架構了一個全新的樣態，什麼樣態呢？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是什麼概念？也就是從原本的冷戰對抗敘事轉換到合作競爭敘事，要競爭，但是以合作這個穩定彼此，不要發生強衝突，因為一旦發生強衝突叫什麼？鬥則兩害。美國要做霸主沒辦法嘛。但可是問題是，好，你說要合作，要合作競爭，那重點是你要趕快發展自己啊。你美國現在一個被俄烏戰爭拖着，另外一個又被伊朗拖着，而中國大陸現在呢高歌猛進，他要做什麼？等一下我們還會討論到，包括後面這個 AI 的一些問題。那你這個不就是一直在錯失你自己的時機嘛？而且事實上也會因為你這樣非常被動的形態，你在接下來9月份的時候，現在習近平還要過去啊，9月24號這個中秋節前夕，那再過去的時候，那再談一次，那形勢又是怎麼樣了？
這個是整個觀察的要點。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的問題就在這裡，但他必須要下一個決心啊。如果要這件事情有個結尾，他必須狠起來對以色列。所以現在有些網友在笑稱啊，那乾脆美國不要再炸伊朗，美國直接去炸什麼？美國直接去炸耶路撒冷，去炸特拉維夫，直接把納坦雅胡給做掉，這事情就解決了。是這個是有可能的，這當然不可能啊。但是整體來講，只要把美方的這邊對伊朗的就說對以色列的武器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的話，我認為以色列的後繼是很困難的啦。好，我們剛剛就这個政治外交面做了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那我們也來看到，在這個和談上面，剛剛我們說了嘛，不管是濃縮鈾或者核武問題、核設施問題，看起來都是無解。那荷姆茲海峽問題有沒有可能有解呢？尤其現在還有一個卡關的事情，就是伊朗現在持續的在荷姆茲海峽這邊秀它的軍事肌肉。現在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它最新的一個迷你潛艦哦。根據了解，它是叫做隱形守護者，是可以在這邊偷偷的靠着這個潛艦繼續的布雷的。來看到它的小檔案，它叫做加迪爾級的迷你潛艦。伊朗呢，根據了解有16艘哦，每艘其實不用10個人操作，它可以搭載2枚的魚雷跟2枚中國大陸設計的 C704反艦巡弋飛彈。那幹哥怎麼看它的戰力？對於美軍的威脅有多大？好，這就是標準的叫做不對稱戰力。什麼叫不對稱戰力？通常來講，我們說潛艇，你看我們的這個海鯤艦要下水了，對不對？我們現在的泛指的這樣子，就是一般正常的海權國家，他們要派出去的潛艇都必須要接近2000噸，這艘船只有120噸而已，然後它有16艘，它就像小蜜蜂一樣，它是完全不對稱的。可是這小蜜蜂太可怕了，你知道它身上帶了什麼嗎？它竟然可以帶重型魚雷，雖然不多，它可以帶2發，但是它還可以再帶2枚由中國提供的 C704巡弋飛彈。那這個是從最早的 C803鷹擊飛彈給這個改良而來的。這麼小的一艘船，你知道這艘船有多大？你知道，它大概只有29公尺，就是我們等一下一出去看到公交車，就台灣的公車啊，就跟那個公車一樣大，寬也一樣大，長也一樣大。這麼小一艘，它其實老實講一句，它不算，它只能夠算是一種載具，它連艇都不算，因為上面坐不到10個人，再多1個人那個船不行的，跑不動了，因為它才120噸而已，它很小。可是它載了這麼多武器，等一下它還載了20顆水雷，你就想到這麼小的載具，它可以帶這麼多。好，我來把它的身世揭秘給大家。你說伊朗怎麼會有這麼多小潛艇呢？它的作用就是放在荷姆茲海峽，然後看到美國海軍航空母艦不敢進來啊，但是驅逐艦敢進來，驅逐艦進來這，那我要提醒你一下，這些袖珍潛艇就是由北韓的技術提供而來的。它的戰果是什麼？戰果是2010年韓國天安艦被炸成2半的事件，大家想起來了嗎？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個潛艇幹的，就是這種加迪爾型小型潛艇幹的。它秘密發射了1枚魚雷，然後天安艦不知道被誰打到了，突然說：“艦長，本艦中彈了，哪裡？水線以下。”水線以下中彈是沒有救的。氣艦那艘船有2000噸，是當時韓國最新發展的普鼎級的護衛艦，2000噸啊，不是很大，但是老實講一句，它對付潛艇綽綽有餘。然後它大概在2個鐘頭之內就沉沒了，沉沒在黃海，它叫做天安艦。所以這件事情引起國際很大的震撼。真正的不对稱戰力，我用袖珍潛艇把你的正規的巡邏艦給打沉了，就是這個潛艇幹的。所有的技術從北韓移植而來，所以我講完故事之後，大家會想想看，這玩意兒可不可怕？非常可怕。而且它部署在荷姆茲海峽，荷姆茲海峽的深度只有最深的地方最多60公尺而已。它躺在荷姆茲海峽的海底，它可以躺着，為什麼？它不用開動，它只要發現了如果有美國的精銳的這個系統，比如說飛彈驅逐艦靠近來啊，或者是航空母艦之類的，它可以發射魚雷在那邊等待你，或者它可以布下水雷。那你說美國敢進到荷姆茲海峽嗎？他絕對不敢的。然後遇到這件事情之後，你會發現他更不敢了。所以這個戰爭，像委員講的，還有得打。
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這一場中美科技戰，尤其呢 AI 的鏡頭，我們今天要了解有一個說法是中國大陸的電力3步驟打造算力帝國，我們今天會來一一看，包括了從水下的資料中心的建設到綠電算力網到華為的晶片全部使用上去哦，3箭齊發。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這一場中美的科技戰，我們等一下會看，不只是比在華為的晶片這一場晶片戰，而是升級為一個國家等級的一個算力國力戰，比什麼呢？比電力、比算力、比水資源，還有基建等等。最新的焦點，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位在上海外海10公里的這個是沉入海面10公尺，由離岸風電電廠直接供電的風力供電水下資料中心已經正式的上線了。好，它跟過去有什麼不一樣的突破呢？它可以節約大約20%的一個能源，再來它是免淡水的冷卻的，而且呢，它對於土地的需求也比較低，這樣子的一個省電啊、省地啊、省技術等等的一個技術呢，現在會成為未來的一個重要趨勢。那大陸已經規劃好了，未來5年就是投入2兆人民幣來建構這種 AI 算力網。然後呢，未來他也說這個規模還會再繼續的上看到，他願意花5兆的一個資金。所以節目一開始先來請委員幫我們看到這個，這個真的蠻特別的哦。中國大陸啟動的水下資料中心，再加上他砸的這個2兆元要建立的 AI 算力網，委員怎麼看？對，這真的是一個創舉哦。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在發展 AI 的路徑是不一樣的哦。中國大陸的 AI 發展是強調，他希望 AI 能夠落地應用，能夠獲利，能夠在百工百業的生產過程當中都扮演角色。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 AI 應用在過去這1-2個月早就超過美國了。過去這1-2個月有一個很重要的數據哦，就是中國大陸對算力，我們叫做 token 的需求量是美國的2倍了。所以這代表什麼呢？這代表中國大陸因為百工百業都在用 AI， 所以它需要更多的算力，需要更多的 token 來做這個運算哦。那麼相較於美國，大部分現在 AI 的發展都是集中在這個少部分的這些 AI 這個研究的這些大型的公司裡頭。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一看你就可以知道說，這個中國大陸在過去這段時間已經很成功的讓 AI 可以落地應用在百工百業了。好，那現在問題就來了。當你要落地在百工百業的時候，我的算力需求就會大幅提升了。算力成本很重要哦。我舉個例子來說，我們才在上海這個完成了天使輪，成立了一家 AI 公司。我們推出來的產品跟其他的產品在競爭的時候，我們公司的團隊就在評估一件事：我的算力的成本是多少？我的算力成本越低，我的競爭力就越高。所以大家都希望取得更低的算力成本，然後才能夠提升你這個 AI 的这個工具的競爭力。所以算力的成本變得非常的重要，算力的需求也大幅的提升了。那現在關鍵問題來了，在上海這個地方，以上海為例，為什麼這個中國大陸決定要在海底來建這個 data center 哦？我覺得這跟 Elon Musk 在先前曾經提過一件事，說他要在外太空建 data center 的概念是一樣的。你要做一個 data center， 你要的是什麼？第一就是電力。就是 AI 發展的終點就是電力跟儲能，這是這個所有在 AI 界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那你的電力從哪來呢？所以 Elon Musk 那個時候說在外太空，是因為他要用太陽能面板面對着太陽來接收太陽的能量。而中國大陸這一次把它擺在了這個外海的海底，是因為它要用它強大的風力發電的能力，所以電力的問題解決了。可是各位知道，在 data center 裡頭，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什麼？是散熱。就是事實上，一座 data center 它在陸地上哦，你耗費的這個電力裡頭有40%不是在做運算，40%是在吹冷氣，是在散熱。因為你的 data center 裡頭動輒就是10萬片的這個 GPU 的模組在裡頭，所以當你在運作的時候，這個熱量產生是非常大的。所以怎麼解決散熱問題呢？我說過，這跟 Elon Musk 很像。Elon Musk 說，因為我在外太空，所以呢我的散熱問題就解決了。可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呢，說因為我把它擺在海底哦，所以我的散熱問題也解決了。那麼第三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淡水消耗的問題。因為在陸地上哦，我們建的 data center 裡頭，大部分的冷卻系統都是用淡水的，
用水冷卻系統的，所以你需要耗費大量的淡水。這在環保上並不符合環保的需求。可是我現在如果把它擺在海底的時候呢，我的淡水的量我也可以這個暫時把它這個省卻掉了，就可以解決掉這些問題。那麼更重要的另外一個關鍵問題是，各位知道，所有的 data center 啊，它都希望離這個使用者越近越好。是，舉例來說，就是我們今天在這裡打開我們的這個手機，如果我的 data center， 我的這個 data center 是用在什麼馬來西亞。我從這裡傳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幫我算回來，再傳回來，再怎麼快也有物理極限，就是光速哦，3乘以10的8次方每秒公尺。那麼，可是幹哥的呢，他的這個呢，算力中心就在隔壁，就在南港，那他的答案絕對來得比我快，因為他的問題送到了南港的算力中心去，然後立刻又傳回來，跟我一個到馬来西亞再傳回來，這中間差太多了。所以呢，當這個在上海設立的這樣的海底的這個運算中心的好處就是，那以後對整個大上海地區來說，他們就有福祉了。我們在做算力的時候，我們可以更快的得到這個我們所需要的答案，節省了非常多的時間。所以我未來可以預期得到，就是如果中國大陸這一次在這個上海外海的這個海底 data center 可以成型的話，接下來在中國大陸沿海的一線城市，它都會用同樣的模式，在沿海來建所謂的這個海底的 data center 來解決算力的問題啊。好，所以這個新的一個架構，一個海底的資料中心，現在解決了它的算力之外，還省電，而且還可以散熱等等很多的問題被解決。那另外，其實對於中國大陸來說，這個要建一個國家級的 AI 電力網，很重要的還有它的晶片問題了。現在呢，根據了解，這個計劃已經要求廠商說，接下來呢，80%都必須要使用國產化的設備，包括從這個 AI 晶片啊，到你需要的這個伺服器等等，都要用國產的。包括呢，你可以選擇華為或者是寒武紀等等的本土供應鏈廠商。至於呢，國外的這一些企業，它要求你不可以用，就是排除在外，不管是輝達或者是 AMD 等等。所以代表過去美國用晶片來封鎖大陸，現在變成大陸自己有這樣子的一個市場跟需求，可以來供自己反向供自己的本土 AI 產業鏈了。那幹哥怎麼看？但是光是中國大陸自己的產業就能夠供應這一波所需要的算力跟電力嗎？目前看起來大概還不能達到，但是我跟你講，國家在支持你，一定要達到。為什麼？我坦白跟你講，如果我的目標是什麼？我就是要把 NVIDIA 跟那個 AMD 趕出去就對了。你認為我做不到嗎？我告訴你，中國的市場有多大，你慢慢去想吧，對不对？80%的設備，這個還算是什麼？還算客氣的。80%的設備要國產化、國有化，也就是說 AI 晶片到伺服器全面啊，你要幹嘛？跟華為或寒武紀買，好不好？然後你這個不可以用那 NVIDIA 的東西，目前這2年內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這個計劃實在太大了。這個計劃真的太大了 ，AI 算力中心現在至少要花2兆人民幣來做。其實2兆是國務院，也不是國務院公布的、啊，就我告訴你說我花2兆，其實是5兆，要花5兆來做這件事情。所以你就想想看說，因為那個誰，馬斯克他也講了，他說你知道那個中國他2025年總共用電是多少度嗎？10.4兆度。美國用電是多少度？美國用電是4兆，也就是說10兆跟4兆是2.5倍，對不對？馬斯克馬上就講說，今年就3倍了。今年就是美國整體，包括家庭、工業的軍工等等的用電加起來，大陸已經是美國的2.5倍，到年底就變成3倍，到明年呢？他說。那個電力的需求啊，那個倍增，中國早就已經看到，他早就已經看到。他說，我從內蒙把電要送到北京來啊，你要這中間一定會有什麼？它一定有延遲嘛？對，它的延遲，可是你要看剛剛大千他說的延遲多久？對，到底延遲多久？他說只有10毫秒而已，10毫秒，坦白講，對一般人來講的話，感覺真的不大啦。可是這個是集國家之力來做的，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你就會覺得說，真的會有這麼大的雄心壯志嗎？我認為會。為什麼？因為在國家的支撐之下，其實老實講一句，華為今天有這樣的成果，絕對後面有很大的支撐的力量。所以如果說不管是在海底還要建這個資料中心，以及自己要建資料中心，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未來就說你想要做到的話，講到海上這件事情，我就要特別講了。我們是不是在那個東海啊，那個進行了一次的巡弋，對不對？我們派出去的船哦，連專家都沒有看過，然後這些船在5年前全世界都沒有看過。中國海警現在的船大到已經讓日本海上巡護廳都會怕了，你知道嗎？所以我不認為什麼事是不可能的，什麼事都有可能，只要中國有決心去做的話，我跟你講，這個最大的算力中心指日可待，就會建立成功的。好，我做一點補充哦，是，就是國產晶片能不能夠跟得上？可以。中國大陸現在能夠做國產晶片的，並不只有華為、寒武紀哦。現在光是 DeepSeek 在4月29號宣布，它可以對接的國產晶片就已經有8家了。你還不要講說中國大陸現在的 AI 巨頭，像百度。他自己有做的這個昆侖芯，像你看到的阿里，他自己有平頭哥，所以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國產晶片的廠商現在是非常非常的多。光是我今年準備要參加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他們其中的一個賽道就是在講這個 AI 晶片生產哦，那個中間的廠商還很多品牌都我們聽都還沒有聽過的哦。那更重要的一點是，我覺得最大的關鍵，為什麼中國現在有能力可以把 NVIDIA 跟 AMD 推出去？最主要的大工程是 DeepSeek 的 V4。就在今年的4月29號 ，DeepSeek V4 版本正式对外公布，他們重新架構了底層結構，這個底層結構可以對接中國大陸8家的國產晶片，也就是說再也不用被 NVIDIA 的酷打的這個底層架構給綁架了。所以剛才幹哥說的沒有錯，你說要多久？我認為大概2到3年的時間。為什麼需要2到3年？因為我現在有了底層架構，我可以對接了國產晶片，我可以讓國產晶片現在在我們的 data center 裡頭配合我的大模型來運作了。可是關鍵問題是我還需要有生態系，這個生態系需要時間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現在下了死命令。說所有的這個晶片都不要用西方的晶片，因為你唯有讓國內現在所有的模型、所有的應用都用國產的晶片，在國產自己的底層架構上來架構，你才能夠建立屬於自己的生態圈，這才是打垮 NVIDIA 最關鍵的一條路。好，所以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個隨着這一波的 AI 的崛起哦，大陸的晶片確實現在看起來是覺得有能力哦，可以去支撐自己的 AI 的發展的。那另外我們也整理一下，這一場中美科技戰有關於算力的本質，其實就是回歸到電力。那我們來看一下算力，目前呢，大陸還是美國的2倍哦的需求量。那用電的部分，大陸是美國的3倍，但是價格的部分只有這個比美國低了大約是30%。所以現在看起來，大陸有這個統一電網的支撐，還有它可以從西部的綠電運送到東部的算力中心，都是它的優勢。反觀我們來看到，其實美國現在比較頭痛的事情是，確實，大企業砸了非常多的錢投入在這個資料中心裡面，包括了數千億美元，像是 Alphabet、亞馬遜、Meta 等等。但是他們的問題是電網老化、供電不足等等。彭博也指出呢，美國有近半資料中心的計劃其實都是延宕的，而且一直到2027年，其實完工當中超過60%哦，是完全沒有做動工的。那一休怎麼看？現在大陸最大的優勢當然是它在整體國家規劃上面，它這一個能夠這個說見急履急我令口身全部一起動，所以這是跟美國之間體制最大的不一樣。其實關於這個中美體制誰優誰劣啊，已經現在討論是日趨白熱化，不僅是在國際地緣關係啊，比如說之前那個橋水的這個創辦人啊，那他就在美國竟然幫忙科普了什麼叫做朝貢體制的優勢哦。現在當今大陸是一個新的朝貢體制哦，也就是說這個新型大國關係嘛，也就是說，我不是做真正的天朝上國，但是我是實際上的天下之舟哦，我把它稱之為新天朝觀啊，就我不做禮節上的高低排序，但我做實質上的差異承認。那這樣的方式，我相處起來大家更實際嘛，然後互相互動哦。大陸跟東南亞關係，所以這種體制上的差異呢，它已經不止在外部，它也在內部產生了很巨大的差別。比如說我們剛才講到發電量來說，中美之間已經有很大的差距了，但是人均當然美國還是比較高。可是問題是，這一些所謂的算力中心，它是不講武德的，它不是說你人均去影響，它就是要總電量，就是要這麼多。而且更重要，中美最大的差距其實不是在發電量而已，而是在未來的成長性還有儲能的差異。比如說儲能來說啊，中國大陸已經來到了這個167到174兆瓦千瓦時啊，這個占了全世界50%以上啊。
那個美國只有1/3而已，這是很大的差距。那為什麼說這個儲能很重要呢？因為大家知道算力這種東西在運用的時候，它的高峰跟低峰它是差很多的，所以削峰填谷你靠儲能來做解決。那現在大陸的這個削峰填谷的很多儲能，它包含建設大型的這種抽蓄發電站啊，這種大型的天然電池，還有開發很多的方式，還有包含比如說鋰電池過了高峰之後，我怎麼樣把它建構在大型的這個儲能電站，然後我怎麼去安排這些國土的運用，這都非常非常多的，它是統一去規劃。那各省呢，它如何去落實？所以我想這个才是這個逐步會慢慢去拉開，因為我們剛才講到，如果算力就是電力的話，這個是黃仁勳的說法。對。那現在大家也都基本上都是，包括剛剛委員提到這個概念的時候，那你怎麼樣更有效的去分配電力，也是一個關鍵。而且大家別忘了，大陸在整個 AI 高速發展的時候，電量開始在高速使用的時候，它同一時間它在發展新能源汽車，它的電量要求也是高幅度在增長。所以他們現在國家電網跟南方電網兩個逼繃得非常非常的緊啊，怎麼樣去繼續落實？那最後補充一個，還有一個是現在呢，這個所謂的這個我們說這個零碳電力啊，就是綠電加核電的部分，看起來中美的比例是差不多，就發電比例來說，可是最大的差別在大陸目前核能用的才5%，不是大陸核能不行，而是大陸正在堵住核能的未來。如何在未來在核能在更加的高強度的成長，它的下一步，比如說土堆的落地啊這些的，所以這個接下來我們看後面的趨勢，它會逐步的拉開，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應用端，應用端在目前大陸是高強度應用。比如說我在上海，這個剛剛我們去上海，這剛剛跟委員去參加同一場活動，那個大陸的很多博主，他們怎麼不做內控管理呢？他們用的都是飛書，飛書在外網叫 Luck， 它是一個這個由字節跳動開發的一個 AI 的一個內部管理工具，那個效率絕對比你用像我們現在還在用傳統的 Google 表單啊，怎麼去管理來得非常的有效。那我們經過交換意見之後，我發現人家在管理，包括工種內部如何去細化、去細分，而這裡面加入了什麼？就是 AI。所以這其實我們在看的這個東西說，AI 的落地在大陸是既定事實，而且因為它基於它的更龐大的人口的優勢，它的反饋更快，而且呢落實更快，還有更均勻的教育的這個分布。美國的教育是非常非常巨大落差，所以這個從應用端、硬體端到這個實體端，它其實都有很大的差異。好，謝謝一休。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南韓這一次的選舉爆發了爭議哦，出現了選舉的這個選票用紙不夠用，難道是為了省錢嗎？尤其現在極右派又想要幫尹錫悅翻盤，怎麼回事？當中還出現了中國大陸的借選說，但是遭到打臉。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來看到這次南韓的選舉爭議風波越演越烈，事情就是發生在6月3號，南韓呢舉行這一場全國性的地方選舉，結果這個地方選舉竟然發生選票的用紙不夠的一個荒謬情況，所以呢，當時呢，南韓方面就趕快緊急處理了，尤其是部分的這個投票所投票時間直接延長，從6點變成10點，引發民眾上街抗議，質疑說是不是選舉不公啊？那到底為什麼這個選票的紙會不夠用呢？來自於南韓媒體特別做了一個報道，說當中有包括了錯估了他的投票率，其實投票率是更高的因為當初只估了50%的選民人數會來做投票，那麼才會導致這樣子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就是選票呢印製不足，第三件事情就是忽略了事前的投票跟當日投票的一個差異，出現嚴重錯誤。那現在呢，選管會的主委已經正式的辭職了，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也要來特別關心，其實呢，南韓政府是立刻祭出了相繼的這個因應措施，總統李在明出來道歉之外，還說會特別做調查。那剛剛講的主委。他的選管會主委已經辭職，那到底為什麼會爆發這樣子的一個選舉爭議呢？是因為選票不夠，還是為了省錢吶？那還是有其他操作原因？幹哥怎麼看？我們看這個新聞哈，大家會想到說這到底怎麼回事？我用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就是南韓的極右派在設計一整套的劇本給大家看，而且把中國給拉進來說，我告訴你哦。這一次我們的地方選舉啊，都是那個
李在明的這個伎倆啊，而且我跟你講哈，裡面有中國在介選，為什麼？為什麼是有原因的？首爾地區現在有中國僑民10萬，有這麼多人，所以就把中國人給拉進來。而為什麼你知道？因為李在明最親中的，我跟你講，沒有把他拉進來的話，我們在野怎麼會贏呢？現在大概先有一個架構。好，我們現在來講，選票不夠，他說用紙不夠，你聽起來會覺得很瞎，這怎麼哪有這種理由，對不對？是有原因的。很簡單的說，就是說，南韓的選舉已經50年了，都是什麼？可以事前投票，還有正式投票兩階段。什麼叫事前投票？就是說，我們怕到時候正式投票那邊擠在一起啊，人很多啊，對不對？那我們乾脆在前一個禮拜5、禮拜62天，你都可以事前投票。事前投票可以不在籍，不在你的戶籍都可以投，但是到了正式選舉那一天，你要在籍，比如說在你自己家裡戶籍的附近的投票所投下你的票，啊，所以這個就是說有分別的。結果你知道50年下來，他們發現一件什麼事情？你知道，每次到了正式投票的時候，你知道那個票太多了，為什麼？大家都投完了，所以剩一大堆票。因為經驗使然啊，所以說李在明他們這一次他們的選舉就是說，到了正式投票那一天，票沒有那麼多，因為他們估算大概只有50%的人還沒有投票，結果不小心出了差錯。這個地方叫什麼地方？叫做首爾市松坡區禪寺7棟投票所。光這個地方就差了4700張票，天哪！4700個人來投票，沒有票給你投，發生什麼事情？嚴重錯估了當地選民的數量。好，這是一個選委會很大的疏失。可是這個跟舞弊有沒有關係？我現在來告訴各位，到底有沒有關係？第一，南韓3大報沒有報這個新聞。南韓3大報什麼報？東亞日報、朝鮮日報啊等等，這3大報沒有報這個新聞。然後南韓的 KBS 啊，主要電視台沒有報這個新聞。好，沒有關係。你說都是執政黨在操控。再來好了，南韓大學、朝鮮大學的社團有沒有跳出來？也沒有。大家聽懂了嗎？不管是媒體，不管是大學生的社团，沒有人再出來講這件事情，因為他們都認為是選務的措施，這個是行政疏失，而不是選舉舞弊。可是極右派一定要牽扯到李在明是故意的，為什麼？親中派啊要選出這個親中的議員跟親中的地方的市長。好，我現在把結果告訴大家，結果是什麼？你知道嗎？結果是那個國民力量，也就是在野黨，在首爾市的選舉獲勝了，也就是現在下一屆的首爾市長是在野黨的，而不是李在明的執政黨。如果選舉舞弊的話，那請問在野黨不是要跳出來馬上跑到街頭嗎？對不起，在野黨贏了，贏了以後，那照理講，那個極右派就沒有話講了嘛，對不對？我們支持的在野黨他贏了嘛，結果他們還是要繼續講。有陰謀，有陰謀，有陰謀，有介選，有中國人介選。我把故事簡單講完，大家認為這裡面還有中國介選的因素在裡面嗎？對，確實哦。現在如幹哥剛剛特別幫我們提到，這一次極右派跳出來說有中國大陸介選，而且他們還說呢，我們是有證據的，所以他們具體又說我提出了哪一些證據，帶觀眾朋友來看到。他說呢，出包的投票所這個數字啊被篡改，而且呢，開票所他發現有現場呢中國人冒充南韓警察執法。再來說這個計票機有使用華為設備遭到網絡的監控，還有呢，這個選管會是李在明的人馬，不斷的配合中國大陸。委員怎麼看？對啊，幹哥剛才講的完全正確嘛，因為從事後所發生的這個種種跡象顯示，這根本就是這個南韓極右派，也就是支持尹錫悅的勢力輸了不甘願，然後就準備要借由這個做票、灌票這種風波來翻桌了哦。如果真的有做票，大家不要看別的，就光看一個地區就好，就像剛才幹哥講的首爾市。首爾市市長當選的是誰？不是執政黨。對，首爾市市長當選的是在野黨，是極右派勢力支持的吳世勳，他是5連任了，而且他是以非常些微的票數領先當選的哦。所以他是國民力量黨的人。
如果今天李在明真的要結合什麼外部勢力來做票，第一個就應該要做掉吳世勳啊，這多容易的事情啊！他是用些微的差距當選的，他不是說什麼壓倒性的勝利啊。可是他當選了，所以這代表說他真的要做票嗎？要做票怎麼會不把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拿下來呢？那第二個重點就是他們說這投票率有問題。可是南韓自己的事實查核中心，包含南韓的選委會，最後都公布這個投票率，全國投票率61%，不是100%，也不是他們外傳的什麼130%，沒有灌票這件事。第二就是剛才提到的說華為的投票機有問題，可是後來這個選委會也出來說明了，華為的投票機是斷網的，沒有聯網的。你看過哪一個地方的投票機，這個點票機要聯網的？它是斷網的，根本就沒有連在網絡上，所以沒有所謂的什麼華為在後面監控、操控的問題、灌票的問題，沒有這件事啊。第三，說中國人冒充警察在現場，可是事實上後來查清楚，發現說那是一個極右派的直播主，因為跟投票所的義工有衝突。然後他覺得那個義工的這個韓文的發音不標準，對，所以他就合理的懷疑說你就是中國人哦，所以呢韓文的發音不標準，那就完了。在台灣講國語的發音不標準的很多，我講台語發音也不見得標準，所以呢這些代表說只要講任何話不標準的，都可能是外國派來的間諜，就這樣。那再來就是說，我們也要問奕修，就是何謂介選了？因為講到介選哦，川普其實也經常公開的表達他支持的候選人，或者是副總統也有支持他國的候選人等等。那奕修又怎麼看同樣的問題？我先補充一下，為什麼韓國這次保守派就是這麼崩潰了啊？這個我們看一下24年跟26年的差距哦，大家從那個面積寫個意見就差別吧。那最大的問題來自哪裡？其實首爾這保守派一點都不意外。剛才大邱也說了，連5屆，為什麼？因為韓國首爾就是最多什麼老韓男的地方啊，最有錢最保守就是首爾，所以首爾輸掉根本不重點，重點是首爾鄰近都市像仁川特別是這2塊就仁川特別是輸掉了。這個是很重傷的。再來，你看幾乎一律輸掉這樣，連大邱除了大邱這個最重要的保守派核心之外，其實連釜山都輸掉了。釜山過去也很常是保守派在執政，所以大家知道這次的輸是輸的特別慘。那為什麼在首爾這邊好像年輕人看起來，你可以去看那個比例，年輕人好像不太支持進步派？因為很簡單，因為首爾叫地獄朝鮮。房價太貴，所以年輕人對於執政黨，尤其對於總統有天然的反感。邏輯是這樣子，但是沒有用啊，因為住在首爾的人非富即貴，所以年輕人也沒有多少人有真正的投票權，這個影響並不大哦。這是第一個，所以這叫做大選輸太多，輸到痛口之後的崩潰現象哦，這個不用再理他。第二個講到介選啊，那最愛介選的，說實在的，其實是誰？其實現在是川普政府啊，全世界滿世界介選，之前派萬斯到處去歐洲跑。最丟臉的就是什麼？最丟臉就是匈牙利啊！匈牙利跑去匈牙利，大肆張揚，力挺阿爾班，結果阿爾班16年政權直接垮台，非常的丟臉。所以最近歐洲其實有一點對美國感冒，不太想理他了。這次北約峰會都不想開了，因為開了覺得美國會來亂，乾脆不開。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北約峰會乾脆歐洲人說不開的這個狀況，非常的好笑。連那個之前叫美國爸爸的呂特啊 ，Daddy 的那個呂特現在最近也很低調，就是他整個這個事情就是這樣。那操弄中國介選，它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說我可以很簡單的把矛盾往外轉移嘛。那並且呢，所謂的中國介選就可以套上什麼？這個叫套上一個皮套，就是說中國大陸啊，紅色的邪惡軸心啊，就跟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是一起的，然後呢，再跟這個伊朗，再跟朝鮮，然後你看邪惡四兄弟，我就拉起來。這就是全球反華鷹派的一個同樣的一個邏輯嘛。那為什麼在韓國也在操縱這一套呢？因為韓國的這種右翼分子哦，那他們呢其實是非常親日的，他們其實就是當年啊日本遺留下來這些餘孽，但是因為朝鮮戰爭就韓戰爆發之後。